儿，我一向视你为己出，你怎能这般污蔑我呀？姐姐，莫有血口喷人，你自己珠胎暗结，怎么能怪到我和阴阳头上？爹爹，够了！来人，把她逐出相府，以后我就当没这个女儿。不要，爹！快走！老板行行好。大家走，快走！走，赶紧走，别脏了我这学堂。夫子，昭儿聪明又肯吃苦，求你给他一次机会吧。也行，给我10两银子，我就让他进这学堂。我就只剩这些了。没钱还念什么学？滚！昭儿别去，娘亲一定会让你读上书的。齐王府18代单传，你偏要为5年前那个女子执迷不悟，你一直不肯娶妻，你让本宫有何颜面去见荣家的列祖列宗？母妃，我当年遭人暗算，中了合欢散，是他救了我一命。我说过，我非他不娶。你冤孽呀，冤孽！杀好的白芷，散风止痛，消肿排毒，10文钱1两，10文钱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都快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都快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竟跟齐儿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送你一株决明子，清热明目，下次需要什么再来。小兄弟，真会做生意。哎，这字儿是你写的吗？哎呦，了不得呀！小年纪，字写得如此苍劲有力，了不得，实在了不得。这理得真好啊！快去看看。这是琪儿的儿子。谢谢姑娘，可惜老婆子没钱答谢你。老人家举手之劳，不必多谢。谢谢。昭儿，哎，娘亲来啦！太妃，本宫的孙儿，明明刚刚还在的，不用管我，快去找琪儿。是。母妃，琪儿，母妃刚刚看到你儿子了。妃，您这是小孙子想疯了。你不是说5年前那女子为了救你没了清白，那孩子长得和你小时候一模一样，脖子上戴着你的半块玉佩，大概5岁左右，定是他生的。这是他落下的课本。他和你一样聪明又努力，他才5岁，你看这字，苍劲有力，风神潇洒。不愧是本王的儿子。去，马上调集府里所有人，立刻找到小世子。是，走。娘亲，你看，我赚了10文哦。只是
我不小心把娘亲给我买的课业本弄丢了，那可是娘亲给人看病整整1个月才攒够钱买的本子。昭儿，你已经很棒了，以后娘亲再给你攒钱买新的课业本。咱们先去给你外祖父买些礼物，到时候外祖父同意你认祖归宗，你就能读书了。我都听娘亲的。王爷有令，务必找到小世子。是。让让，上开，上开，上开！王管家，求求您让我见父亲吧。大小姐，老爷他不想见你，您还是请回吧。哎，姐姐，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把这个野种给生下来了。你竟然还有脸回相府！江离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和这个野种就休想踏进相府的大门。当年是我母亲资助，父亲方能科考，更是我外祖父倾力支撑，父亲方能官拜丞相。我不求能重回相府，只希望他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让昭儿认祖归宗，送入学堂。江离，我看你们母子过得如此凄惨，不如我就发点善心，你若跪下磕头，磕一下，我便赏你1两，如何呀？娘亲，昭儿不喜欢读书，我自己也能学会，你不要跪。姐姐可要想清楚，这1个响头1两，这1两银子，怕是你辛苦1年也攒不到。我不稀罕你的臭钱！小野种，你还挺有骨气，不过没钱读书，只能为奴为婢。我要见父亲，我不信父亲会如此铁石心肠。一些破烂糕点，你也有脸拿给老爷？给相府的狗，狗都不吃。缺钱就去乞讨，别来我们相府碰瓷儿，赶紧滚！王爷，有人看到小世子往江丞相府方向去了，走，快去看看。是。赶紧滚！王爷，您是来找我父亲的吗？王爷里面请。不必了，今日本王还有要事。王爷，昭儿，别担心，娘没事。昭儿，你们踩碎糕点也就算了，还推搡昭儿，道歉！你以为你还是5年前的相府嫡女吗？我告诉你，如今我娘已经被扶正，我才是高高在上的嫡女，你不过就是一个被赶出家门的贱民罢了。让我向野种道歉，他也配？道歉！对不起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把这贱人跟着野种赶出去！还不带着这个小野种给我滚！想回相府，想让他读书，做梦吧你！娘亲，我不想读书了。昭儿，不要说这种话，是娘亲不好。为太妃治病，月营10两，真是出手阔绰。别说不是嘛，我有这方面，我也去这就。昭儿，娘亲有办法了。启禀王爷，找遍了，没有找到小世子。封锁京城所有出入口，加派人手，就算是翻遍整个京城，也要把人给我找到。是。
齐王府封了整个京城，在找小世子啊！那齐王不是向来不近女色？齐王府18代单传，这老太妃都快急疯了，这他哪来的世子啊？嗨，谁知道呢？不过听说是找到了，悬赏1万两黄金呐！哎呦，当真！天哪，1万两发财了呀！发财了呀！我们也去找。1万两，1万两，发财了呀！发财了呀！你好，我来应聘医女。算你的运气好，本来位置已经满了，有个人突然母亲过世，临时还乡，这才空出了个位置。你随我进来吧。多谢您。嗯。江流烟，江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钟叔，王府现在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领进门了？流言小姐，这位是来府中做医女的。这个女人未婚先孕，你们也敢用？你就不怕污了齐王府的名声？钟叔，我并非是那样人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努力为太妃医治的。江离，你私德败坏，还敢狡辩，赶紧滚！齐哥哥，姨母。江流烟，这里是齐王府，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啊！齐哥哥，这是我嫡姐，当初她和人私通，怀上野种，被赶出了相府。如今她来应聘医女，我是担心您和姨母的安危，所以才会这样对她。太妃娘娘，齐王殿下，民女确实有个孩子，但绝并非是私德败坏之人。若是娘娘和殿下不信民女的医术的话，可容我给娘娘诊断之后，再决定是否留下民女呢？你以为七哥哥和姨母会听信你这些鬼话？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赶紧把他赶出去！呀，住手！我看这姑娘不像坏人，就留下吧。姨母，可是这个女人私德败坏。王府招医女只看医术，不看别，你无需多言。既然母妃愿意，你就留在王府吧。多谢太妃娘娘，多谢殿下。刚刚听闻你有一个孩子，不知可懂得照顾5岁小儿？自然懂得，我家昭儿刚好5岁。那正好，你先留下来给本宫做医女，待我那孙儿接回府上，再贴身照顾他。多谢太妃娘娘。刚才看见你飞针定人，医术如此精湛，师从何人？民女的医术是自己研究的。我家昭儿打小就生病，民女又没钱治病，只好自己研究了。这么说来，照顾孩子很辛苦。的确有些辛苦，但我家昭儿打小聪慧，才5岁就写得一手好字，那是挺优秀的。不过呀，比起本宫的孙儿，还是差了一些。本宫的孙儿啊，小小年纪，字写的是端庄浑厚，笔笔精湛，假以时日，定是当代大儒。我家昭儿更聪慧，那字写的真是端庄大气，极具风度。不，还是本宫的孙儿更优秀。不信呢，他写的字，我拿给你看看。母妃，母妃，王爷，快扶太妃娘娘进内室，让我替太妃娘娘诊脉。快！
王爷，太妃这是风寒入里化热导致的经脉淤堵，请允许民女给太妃针灸。请。母妃，琪儿，江一女小小年纪已是如此精湛，以后可要好好善待江一女。难为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还肯下功夫研究医术，很不错。多谢王爷赞誉。你既治好了母妃的病，想要什么奖赏？民女想要这些。你要这些用过的宣纸做什么？我家昭儿喜欢读书写字，奈何民女囊中羞涩，买不起宣纸。我看这些宣纸很好，只用过一面就扔掉，实在浪费。民女想着带回去给昭儿写。这江离和寻常女子真是不同。你既有爱护之心，那除了这些，本王再命库房给你送些新的宣纸来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您为世子请的萧大儒到了，快请进来。是。萧大儒，别来无恙啊！本王偶得了一份手稿，今日想请先生评判一二。王爷不必客气，萧某自然尽力。齐王对小世子好好，要是我的昭儿也能有这样的爹爹就好了。这姿态潇洒，遒劲有力，不错不错呀。只是比例稍显稚嫩，若是再多加锻炼，方才成型。倘若本王告诉萧先生，写这字的人只有5岁呢？什么？实不相瞒，这字啊，正是本王的世子所写的。简直让人不可置信！小世子乃天纵之才，恭喜王爷呀！今日请先生到府中，正是想请先生做他的夫子。萧某不才，得王爷厚爱，必将对小世子倾囊相授。我不小心把娘亲给我买的课业本弄丢了。这是名震京城第一才子萧倾城。没错，萧先生是远近闻名的书法大家，就连皇兄对他都赞不绝口。久仰先生大名，世子能够得到先生教导，真是幸福。江离，今日你救了母妃，又帮了本王的忙，本王特恩准你，可以将孩子带来，作为小世子的伴读，一道听萧先生授课。多谢王爷恩典。江离不想再麻烦王府，还是算了。不麻烦，这府里冷清，多个孩子刚好热闹些。客栈环境糟糕，昭儿能跟着我来王府，就不用担心她一人了。多谢太妃，回去一定要把好消息告诉昭儿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娘亲，昭儿，你看娘亲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？哇，娘亲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这儿也有宣纸用了。是王爷赏赐的。娘亲呢，现在是齐王府的医女，齐王府殿下特意恩准你作为世子的伴读，到时候会有很多大儒来给世子讲课。真的吗？娘亲，你太厉害了。这不是我家乖乖孙子吗？快停车！
本宫的宝贝乖孙竟然来了王府，快去通知琪儿。是。昭儿，娘亲先去给太妃看诊，你在这花园里读书写字，别乱跑哦。娘亲放心，昭儿肯定不会乱跑。小公子写的字儿真是遒劲有力呀，日后必定成为书法大家。是啊，这字写的和我们家王爷小时候写的一样漂亮啊。是啊，这小年纪就写江离这个贱种，还真是阴魂不散，以前处处压我，如今生个小野种来抢我的风头。不，这个小野种这么有天分，一定不能让他出头，我一定要毁了他。哎呦，这手牙！喂，我的金簪不见了，是不是你这小野种偷的？我根本没见过什么金簪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这王府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我的身份，断不敢偷窃我金簪。不是你偷的，是谁偷的？我没有，你休想污蔑我！小小年纪不学好，看我打断你的手！嘿，刚刚看到我的宝贝乖孙了，就在王府里，你快去把人找回来。孩子就在府中。对，你动作快些。快，立刻封锁整个王府，务必找到小世子。是。做什么？这个小野种偷了我的东西，你还想包庇他？娘亲，我没有。娘亲相信你。这江流烟惯会骗人，娘亲带你走。好。我说了，不是我偷的。好你个小野种，你敢咬我！江流烟，昭儿绝不可能偷东西。你若是怀疑，大可以报官请人来查。少用这种手段来拖延时间。一个生父就是贱民的野种，骨子里一定也流着卑贱的血，东西就是他偷的。这个小贱种！你这个坏女人！好你个小野种，你敢跟我动手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江流烟，捉贼拿赃，你不要空口白牙就误人清白。我可不是空口白牙。罪证就在这儿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是。江离，我要的就是你痛。你把他给我押过去。是。昭儿还小，你有什么冲着我来？敢偷东西！住手！怎么伤成这样，实在是可怜。小小年纪，跟他娘亲一样会演戏。不管他做了什么，这么小的孩子，你怎么下得去这么重的手？姨母，您不知道，这个孩子小小年纪就手脚不干净。江离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害我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害我昭儿。你给我等着，
我一定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是吗？那我先让你尝尝痛不欲生的滋味。姐，齐哥哥，齐哥哥，是江离，他私自带孩子入府，我怕他冲撞了贵人，才会对他严加管教的。是本宫准许江一女带着孩子进府的，你是不是要连带着本宫一起管教？姨母，我怎么敢管教您呢？是这孩子手脚不干净，偷了我的东西。王爷太妃，昭儿一向品学兼优，从未偷窃过别人的东西。江离，一个卑贱的医女，你有什么资格参与主子谈话？江流烟，你是谁的主子？这里是齐王府。王爷，你不要被这个女人给蒙蔽了。是我亲眼所见，她偷了我的簪子。一派胡言！若是你亲眼所见，为何不当场呵斥，亲自抓获，反而是等事后才说你的簪子丢了？王爷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们既各执一词，那就让本王好好调查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钟硕，把府里的下人都叫过来，本王要亲自询问。是。王爷，小的刚才在浇花，看到小元昭一直在庭院里，从未离开过半步，更是没有接触过江流烟小姐。江流烟，母妃在东院，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不是第一次来齐王府了吧？难道还认不清路？行了，立即向江离和江元昭道歉。齐哥哥，太妃可是我姨母，你不帮着自己人，还想着一个外子。我齐王府从不帮心思歹毒、心狠手辣之人。钟叔，日后禁止他踏入齐王府大门半步。你还没向我的昭儿道歉呢，让我向那个野种道歉，等下辈子吧你！江流烟，你今若不道歉，我齐王府与你断绝关系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来人，将他给我赶出去！江离，你个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走，走。这孩子没人撑腰，走到哪儿都要被人欺负。可怜我那孙，在外面没有他爹护着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被人欺负。母妃，我已命人封锁全城，早晚会找到孩子的。禀告太妃、王爷，找遍全府上下，没能找到5岁孩子的身影。母妃，母妃，快叫大夫过来，快找！快走，快走！这是昭儿他爹留下的唯一信物，这么多年无论多难，我们都熬过来了。我在想别的办法。怎么会找不到本宫的乖孙呢？我亲眼看着他进王府的，那么小的孩子，他难道还能插上翅膀飞了不成？母妃，我已经派人在找了。不行，我要进宫一趟，向陛下请命，请他下旨，把整个皇城的孩子都找来，哪怕是掘地3尺，也要找到本宫的乖孙。母妃，这点小事就不用这般兴师动众，麻烦皇兄了。什么小事？这事关本宫的乖孙，就是整个天下的大事。不行，我要悬赏100万两，说什么也要尽快找到本宫的乖孙。行行行，都听您的。那既然您身体无碍，我去看看江一女的孩子，她刚受了伤，我得去一趟。放着自己的孩子不管，倒是对别人的孩子挺上心。昭儿，先喝点鸡汤补补身体。江一女，王爷，哎，王爷你怎么来了？
江一女这儿子还蛮可爱的，不过本王的儿子更可爱。孩子的情况怎么样？已经上过药了，只是惊吓过度，身体虚弱，需要多休息。你的伤怎么样？可还有哪里不妥？多谢王爷，都是些皮外伤，无碍。今日是王府的不是，这几日你就好好在客栈休息，把孩子照顾好，不用着急来王府。这怎么能行？你听我的就是，工钱不会少了你的，孩子的身体才是一辈子的事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我送您。哇！多谢王爷。本王先走了，不用送。昭儿，怎么样了？娘亲，我多好了，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。江离，我听说麓山书院还在招学生，你们家元昭这么聪慧，你不带着他去报名，还等什么呢？是吗？谢谢，我这就带昭儿去看看。你说这都几日了，怎么还没我那孙儿的消息呀？您别急，再等等。等，你们一个个都让我等，我等得黄花菜都凉了。不行，本宫要亲自去找。哎，太妃，要不咱们去学堂找下？小世子5岁左右，正是读书的年纪。你说的对，我那孙儿喜欢读书，去学堂找准没错。快去备车。是。又是你们母子俩，知不知道能来这麓山学院的人都是非富即贵，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这？确实不错，只可惜我从未在学堂见过能写出这般字的孩子。胡院长，那就把这里的学生都叫出来，挨个让本宫验看。诺。孩子们，来，都过来站好。都不是，还有其他的学生吗？还有最后2批，我这就去把人喊回来。怎么？难不成你以为学堂会收留这种来路不明的学生吗？是什么人在外吵闹？还不快去把这些人赶走！诺。江流烟，给我让开！吵什么呢？学院内现在正有贵客，你们要吵架，去别的地方吵。吴院长，这2个人不仅影响贵客休息，而且还要对我动手，你赶紧派人把他们赶出去吧。吴院长，听说您正在招学生，能不能给我儿子一个机会，让您看看我儿子的字？他天资聪明，若是能进麓山学院学习，定能更进一步。小年纪能有如此造诣，看得出来不仅有天赋，还是下了功夫的，确实不错。院长，我昭儿天生好学，请你给他一个学习的机会吧。院长，难道你想为了这2个贱民得罪太妃吗？难道你忘了，
太妃可是每年为这麓山书院捐赠100万两的。是啊，院长，你把这贱民收进去，怕也是会影响其他学生了。院长，并非我俩在此吵闹，实在是这2人阻拦，不让我们进去。江离，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儿呢？这孩子是个来路不明的野种，你让院长收下他，可想过院长日后该如何自处？好了，你们2人速速离开这里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在干什么？齐哥哥，你看这2个贱民，他们来影响太妃找小世子。才不是，娘亲只是想给我报名。你们这2个贱民有什么资格来麓山学院？你配吗？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是听说太妃来麓山学院找小世子，我想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不必了，齐王府的事不需要外人来插手。齐哥哥，院长，这个孩子你就安排他入学吧。耶！是王爷，你跟我来吧。无非不是，都不是。本宫的孙儿，你到底在哪儿呀？找不到孙儿，那本宫活着还能有什么意思？可怜我那孙儿，在外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。母妃，孩子的住处我已经查到了，就在东来客栈。那还在等什么？还不快去东来客栈找人！您先别急，江离和他的孩子也在那儿，正巧他们今天来学院报名，我把他们一道带回去。3日后就可以办理入学手续。昭儿以后就能上学了，要认真读书哦。娘，放心吧，等昭儿考取了功名，再也不让你吃苦，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。那我们去感谢王爷。是，娘亲。孩子入学以后还得准备笔墨纸砚，平时学生午休的时候还得准备被褥，因为孩子年纪小，另外还得准备换洗衣物，整个学年开销加起来大概21两3吊钱。没想到进了学堂，竟然还要准备这么多东西。可我手中的银钱早已不够，但昭儿好不容易才有这样的机会，我这个当娘的绝不能拖她后腿。江小姐，院长，我都已经记下了，一定会替昭儿准备妥当的。那就好。王爷呢？你也留下2个人，一会儿陪他们回客栈便是。我们现在就去。妃，不差这么一会儿，我同江离已经说好了，何况他们也快办完了。你瞧瞧，你说的那是什么话？荣启，那可是你亲儿子。等，5年了，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是一个合格的爹吗？本宫不管，现在就去，立刻。好，走，现在就去。义父拜见王爷。起来吧。谢王爷。你可曾见过佩戴这块玉佩的孩童？
我这客栈每天往来上千人，5岁的孩童少说也有几10个，还真的没有看到佩戴这个玉佩的。你可看仔细了，这孩子是本王的世子，你若有所疏忽，我唯你是问。不过你若是能提供线索，重赏1万两。王爷明鉴，糜妇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欺瞒王爷。只是糜妇确实未曾见过佩戴这个玉佩的孩子。这样吧，王爷，我把客栈里的孩子全部找出来，挨个询问，如果有，立马通知齐王府。您看怎样？务必仔细，万不可疏漏。糜妇不敢懈怠。本宫还以为今日来就能看到宝贝孙儿呢，没想到又扑了个空。本宫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！母妃，已经有线索了，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孩子了。您就别唉声叹气了。都怪你办事不力，你就留在这里，和老板娘一起找人。所有人都在这儿？还有几间房间住着外地来的，这种按照官府惯例不用登记在册。我记得大概有4个孩子，可能晚些时候就回来了。本王还有要事，先回王府。等他们回来以后，务必派人通知本王。是，王爷。您慢走。上好的3七草，3钱1两。上好的3七草，3钱1两。上好的3七草，3钱1两。江离，你怎么没带孩子回客栈，而是在这卖草药？我想节省点开销。昭儿入学花了不少开销，我们住不起客栈了。这样吧，你带着昭儿住进王府吧，我找人给你找一间住处。反正王府里有很多给下人住的地方。真的吗？谢谢王爷。要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一个人在外带个孩子不容易，如果你再遇到什么困难，记得同我说。王爷大驾光临，实在是我江府的荣幸啊！江丞相找本王，有何要事？是这样的，前几日我听说小女嫣儿得罪了齐王殿下，我们2家是世交，还请王爷看在下官的面子上，能原谅小女。哼，江丞相，你的女儿心肠歹毒，对一个质子下手，本王断容不下他。无需多言。那就不提小女的事儿了。前阵子江南水患，多亏王爷您提点下官，下官才能顺利解决。下官敬王爷一杯。齐哥哥，待你药效发作，咱们生米煮成熟饭，你的王妃就只能是我了。昭儿的学费还差许多，今日我定要找父亲，让他给一些银子，帮帮昭儿。江离，你来这干什么？谁让你进来的？
你们对王爷做了什么？实话告诉你，今夜过后，我就能成为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齐王妃了。王爷，你怎么样？江离，当着我的面你都敢勾引齐哥哥，你赶紧给我滚！齐哥哥，你和太妃不是想早点抱上小世子吗？今夜过后，我就能给你生个小世子了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我觉得好热。王爷，您中了合欢散，而且还是药效最猛烈那种。若是不在1刻钟内解毒，恐怕会经脉寸断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江离，你就想坏我的好事儿！江流烟，你的账我改天再和你算。慢点。王爷，您现在不清醒，您冷静冷静。对不起。王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江离，本王现在不清醒，你也离本王远一点。王爷中的这种药极其霸道，若是1刻钟的时间内得不到救治，就会经脉爆裂而亡。怎么办？本王特恩准你，可以将孩子带来，作为小世子的伴读。一道听萧先生束手，怎可对一个孩童如此？这个孩子，你就安排他入学。这样，你带着周儿住进王府，我找人给你找一间住处。王爷对我和昭儿仁至义尽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。江离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知道。江离，今日是本王的不是，不过你放心，本王一定会对你负责。王爷不必如此，我知道王爷已有心悦之人，今日之事并非王爷本意。可是，江离愿意，是因为江离感念王爷的恩情，并不是想得到什么。再说了，王爷对江离并无男女之情，若因此强行绑在一块儿，会生怨气。没想到他竟如此通透。等孩子入学后，还要准备笔墨纸砚。平时学生午休的时候，还得准备被褥，因为孩子年纪小。另外，还得准备换洗衣物。整个学年开销加起来大概21两3吊钱。王爷能不能给我21两3吊钱？多少？21两3吊钱。
多谢王爷，我一定教导昭儿好好读书，不负王爷的恩情。神我堂堂齐王，竟比不上1000两银子。那母子俩人在哪儿？那母子俩2日前就没再续租了，应该是已经搬走了。确实不错，只可惜我从未在学堂见过能写出这般字的孩子。哎，这江元昭的字，怎么和王妃要找的孩子字一样了？啊！快来人，立刻去齐王府禀告太妃，就说我们学堂有个孩子的字和齐王世子的字对得上。啊！还有年龄都对得上。你说什么？太妃，麓山书院那边说找到了和小世子年龄字迹都对得上的孩子。走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昭儿，时间还早，你同窗们都还没来，你先坐下来，好好复习功课。昭儿，要好好听讲，敬重师长。娘亲放心吧，昭儿会努力的。努力？努什么力？什么时候野种也配来上学了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自然是派人盯着你，一路跟过来的。江离，你这个贱人，毁了我的好事，还敢让这个野种来上学，看我今天怎么教训你们！江流烟，昭儿入这学堂可是齐王殿下下的命令，你违抗他的命令，就不怕牵连相府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真以为齐哥哥帮了你2次，还能帮你第3次？你们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。放开！住手！放开！江小姐，这个孩子极有可能是齐府寻找多日的世子，请你高抬贵手。院长，你不会是得了失心疯吧？世子，就凭这个野种，他也配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快，立刻派人去禀报太妃。是。真是岂有此理！竟然有人敢欺负本宫的孙啊！太妃，那我们现在走，本宫倒是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，敢欺负到齐王府的头上。是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这座麓山学院已经被我爹爹买下来了，现在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就能让你和这个小野种立刻滚出学堂。什么？还有你，出去！你别以为你用了手段，让他上了学堂就能高枕无忧了。告诉你，做梦！好，我们离开这个学院。我就不信，昭儿这么聪明，这天底下会没有学院敢收她。昭儿，我们走。哎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你把我们这儿当什么地方啊？江流烟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，让你和你娘这样针对我？你的存在就是个错误，从小到大，你处处比我强，凭什么？你看，离开了相府的光环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真可悲。娘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能轮得到你来教育我？我告诉你，带着你的小野种，马上给我滚出麓山学院，滚出京城，别再让我看到，否则我看一次打一次，我会让你和这个小野种这辈子都成为一个废人。
你这个坏女人，你别当我娘亲！好你个小野种，上次是你好运，我看看今天你是不是还有那么好的运气？好你个小贱种，你敢咬我？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住手！本宫的宝贝乖孙，你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，你敢欺负他？姨母，我并未欺负他们二人。你胡说！你欺负我娘，还让她给你跪下磕头！你欺辱也便罢了，昭儿还这么小，你怎么心肠歹毒，要废掉她的手？你怎么忍心？姨母，我不知道这个小孩是齐王的孩子。您看在这么多年我一直跟您尽心尽力的份上，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原谅？哼，你不是想砍掉我乖孙的手吗？那本宫就让你先尝尝这个滋味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把手砍断。姨母，姨母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回吧。好孩子，我是你的祖母。太妃是不是搞错了？昭儿怎么可能是您的孙子啊？没有错，这个就是证据。当日荣启交给你一块玉佩，和孩子身上这个刚好可以凑成一对。好孩子，祖母找了你好久，如今终于找到你了。昭儿竟是王爷的孩子。你先随本宫回府，本宫已经派人去通知王爷了，待他回府就商量你们的婚事。婚事？可是王爷喜欢我吗？如果只是为了孩子负责，我宁可不和他成亲。感情的事可以慢慢培养，你先回府，婚事不急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养好孩子。谢太妃。快去，派人通知王爷，就说找到了当年的女人和孩子，让他立即回府。是。王爷，太妃让您立刻回府，她找到了当年的女子，还有小世子。可是真的？我这就回去。小世子流落在外数年，如今本宫总算是将人找回来了。从今日起，江离就是未来的齐王妃，昭儿就是齐王府世子，也是你们的新主子。见过小世子，见过。叫我江姑娘就好。见过江姑娘。日后谁若是敢怠慢他们，本宫绝不轻饶。是。祖母，这9连环不难，这23岁就能解开了。我就知道我这乖孙呐，是天下第一聪明的。太妃，王爷回来了。走，随我去看看。启禀王爷，800里加急战报，柔然有大军压境，对我朝百般嘲讽，陛下急诏。说什么？周叔，大军将至，我先回大营一趟，你同母妃说一声。好。走。他刚回来，怎么又走了？啊，军营有大事，王爷去大营了呀。这个逆子，再怎么忙就不能看完江离和昭儿再走。
许是王爷不喜欢我吧，或者又是王爷不想跟我成婚，所以才这般匆忙。王爷，你不是说找到小世子了吗？出发前你见着没？没有。你咋不先见见自己儿子？这一打起来，还不知道要打多久。本王只是没想好该怎么去做。本王好像有喜欢的人了。啊？那小世子的生母怎么办？您这岂不是要成了那薄情寡义的负心汉啊？闭嘴！本王会对他们负责。如今启儿有了你，也是好福气。太妃，边疆战事告急，王爷遭遇埋伏，受伤了。什么？这个孩子素来是报喜不报忧的，眼下战事焦灼，立即召集一批郎中和医女过去。是。太妃，江离也去。不行，刀剑无眼，你若出了什么差池，可怎么办？太妃，江离知道您担心我，可我本就精通医术，可以自保。再说了，我也想问问王爷关于成亲的事情。若是他不愿意同我成亲，江离也不想勉强。罢了，你想去就去吧，注意安全，保护好自己。多谢太妃。小姐，下人禀报，有人在军营看到了江离。江离？他去军营做什么？说是给将士们治伤的。哼，去买通其他几名医女，别让他有好日子过。小姐放心。我的腿！大夫，放心吧，伤口处理好后，再用上草药包，不出半个月，定能无碍。我方才放在这儿的草药包呢？这东西至关重要，都是自己保管、自己收拾的，我们上哪儿瞧见去？江离，你若是医术不精，治不好这位士兵，那便直说就是，别耽误了人家的病情。是啊，王府怎么会把这样的人干过？这样的人能治好我们的病？这不是在误事儿吗？江医女的医术十分了得，本王曾经亲眼见过。各位将士稍安勿躁，想来这里面应该有什么误会。多谢王爷信任。草药包虽没了，但还有解决的办法，还请大家稍等片刻。这江离该不会是临阵脱逃了吧？江医女，这野草真的有用吗？真的能治病？放心吧，野苏麻的止血止痛效果很好，不比3七白芷差。不信的话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好像真没那么疼了。太好了，血止住了，正好我们军中止血的草药欠缺，咱们快把这消息告诉吴大人。快走！江离，你随本王过来一下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多谢王爷。清水底，长潮对着回过
岁岁恍然间掠过，堂前竹马旧情梅落，昔年过往可否莫作岁月镜花，言少年荒唐不知错。怎么回事？可是身体有所不适？我去叫郎中给你瞧瞧。啊，不必了，王爷。如今军中正缺郎中，不要再因为我而耽搁。可是你，王爷难道忘了，我自己就是医女？如何？怎么样了？民女，本王还是叫个郎中过来跟你瞧瞧。王爷别去！我竟然又怀孕了，还是双胞胎。民女只是有些水土不服罢了。这边的吃食确实和京中有所不同，不少将士也是如此。王爷，江离此次前来，除了替军中的将士治病，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王爷，你对成亲的看法？本王还在考虑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看样子，他并未想过与我成亲。民女能有什么看法呢？王爷这般犹豫，该不会是有喜欢的人吧？我心里喜欢的人不就是你？看来他果然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军中还有不少的将士等着我去医治，江离先去忙了，王爷自便。他这是不高兴了，可是本王哪里做错了？这江离怎么回事？怎么煮的好像是安胎药？我昨天特意去验了药渣，还真是安胎药。他不是没成亲吗？怀上的岂不是野种？在军营中乱搞男女关系可是大罪，要是让王爷知道了，他怕不是要被杖打100军杖，逐出军营。我们得把这件事情上报，否则日后查起来，牵连到我们头上，落下个知情不报的罪名，可怎么办？他们说的可都是真的？你当真同人私相授受，怀了野种？我确实怀有身孕，但那都是来军营之前的事情。江离绝未在此私会，你连婚都没结，怀的就是野种，败坏我们医女的名声，该罚。大人，他就是想找借口替自己开脱。他若是清清白白，何不把那人叫上来，让大家都瞧瞧？到时，大人自有评判。不能让他们知道，这是王爷的孩子。你既然已无话可说，那我就按律执行了。来人，重打100军棍以儆效尤。住手！怎么回事？我问诊时，不小心出现差错。什么差错？罪至如此？王爷有所不知，这江医女她是在说谎，她并非什么看诊出错，而是在军中与人私会，私相授受，怀下野种。终究还是瞒不过我，不知道王爷会怎么想。是啊，王爷，民女也能证明。没错，王爷，此事千真万确。江离以为自己瞒得很深，这几日一直在给自己熬安胎药。我们住在同一个营帐，早就感觉到不对了。王爷，这江医女与人私相授受，怀了野种，败坏了我们医女的名声，请王爷按照军营中的规矩，将她重打100军杖，逐出军营。重打100军杖，逐出军营。口口声声说她怀有身孕，可曾有证据？王爷您看，
这就是最好的证据。所以，她是怀了本王的孩子。嘿嘿，本王厉害，一发入魂。皇爷，像江离这样不知廉耻的人，只会败坏军中的风气。我看将他杖责100，还算轻的了。对，我看将他杖责之后，直接赶出大营，让他自己自生自灭算了。王爷，江一女人很好的，这些日子对我们是尽心尽力的照顾，有的时候甚至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。就算她怀有身孕，也不该被罚100军棍呐。是啊，王爷，我们都能替江一女作证，求您手下留情。这100军棍要是打下去，江一女和她肚里的孩子可就没命了呀。王爷，你若是要罚，就打我吧，我愿意替江一女受罚。王爷，我也愿意替江一女受罚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都愿意，都愿意。我江离何德何能，值得你们如此待我？不行，一定要严惩江离。若是人人都有样学样，这军中不都乱了套了？就是，江离必须挨军棍。像我们这样清清白白的好女孩，不想和这样一个自甘下贱的女人在一起，她必须离开。是啊，是该离开。是啊，是该离开。王爷英明，就该让他滚出去，滚出去，滚出大营！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竟如此咄咄逼人，这是见阿离好欺负，就想逼死阿离吗？当本王是死的不成？该滚的是你们！江离从来到军营之前就怀有身孕，你们蓄意污蔑，挑唆生事。来人，在！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给本王打出去！眼下抗敌，需众志成城，万众一心。若有谁胆敢惹是生非，挑唆生事，本王绝不轻饶。是，王爷。江离，你随便过来一下。嗯。这次多谢王爷相救，否则江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江离，你真的怀孕了？是。所以说，孩子是本王的。是，而且是双胎。竟然是双胎，不愧是本王喜欢的女人，竟和本王一样厉害。你既怀了本王的孩子，为何不告诉我？江离，这2个孩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臣女绝不牵连王爷，会将孩子打掉。不要打！他为何要打？是因为不喜欢我吗？看来本王还需要努力才行。不要打，生下来，本王养。所以他这是愿意娶我了。王爷，柔然有大军前来，试图攻城。什么方向？立刻带本王前去。你先好好养胎，旁的事回头再说。母妃，今战事顺利，请勿挂怀。另外，儿子于此处已有心仪女子，且她已怀双胎，此女便是医女江离。
我这边的战事还不知何时才会结束。江离回府后，母妃若因此为难他，该如何是好？母妃，今战事顺利，请勿挂怀。另外，儿子于此处已有心仪的女子，且她已怀有双胎。儿子打算迎娶此女为妃，与她携手此生，另请母亲放心。儿子纵然娶亲，也会对小世子的母亲负责。真是岂有此理！容起这个风流成性、朝三暮四的逆子！江离如今还在军营，他却和别的女子眉来眼去，中胎暗结。江离若是知道，该有多伤心啊！不行，要立刻派人接江离回府。本宫的儿媳只能是昭儿的母亲，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，本宫是绝不会认的。王爷，我熬了汤。夜里冷，别冻着。王爷他好像和别的男人不一样，我好像喜欢上他了。王爷，我们的婚事……王爷，王爷，王府那边太妃来信。快，我看看。王爷您先忙，江离改日再来。嬷嬷，是太妃叫您来找我的吗？江一女，这事儿您听了别急。嬷嬷，您有话直说便是。太妃让我给您递个消息，这门亲事王爷可能不会愿意。太妃前些日子收到王爷的信，说她有了心仪的女子。这样不过您别急，王爷虽然无心娶您，但王爷说是愿意对您负责的。所以，荣琪是觉得我不配做他的王妃，打算娶我做他的妾室吗？可我江离曾发过誓，我江离再苦再难，也永不为妾。王爷，眼下军中的郎中和医女充足，将军伤患也治疗的差不多了。江离留在这里没太大的意义，所以今日江离是来辞行的。如何会没有意义？你留在这里，对于本王来说是莫大的安慰。罢了，你回去也好，此处战事频繁，着实危险。你怀有身孕，还是回去安全一些。唉，江一女也真是可怜。听说王爷在征战的时候喜欢上一个人，还写信给王妃说要成婚。江一女以后该如何自处啊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江离还能嫁给王爷吗？还嫁什么呀？只能当个妾。王爷什么性格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太妃，您的身体如今已无大碍，江离是来向您辞行的。本宫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可是你先别急着走啊，等荣启回来了，我一定帮你好好教训他。太妃，我知道您疼爱我，可是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。王爷一直待我很好，是江离有了喜欢的人。
我娘亲什么时候有喜欢的人了？你说什么？是江离有了自己喜欢的人，所以王爷不愿同我成亲，对我和他都好。这般说，太妃应该不会太苛责王爷了吧？可昭儿怎么办？如今昭儿才入学堂不久，你若离开京城，岂不是耽误了孩子？昭儿还哪里找得到那么好的夫子？多谢太妃。这样吧，我先带昭儿离开王府，这样也省去许多麻烦。也罢，我先命人帮你们寻一处宅子，绝不会委屈了你和昭儿。多谢太妃。母妃，小世子和他的生母现在何处啊？你还有脸问？若不是你守不住清白，和别的女人乱搞，我的儿媳妇和孙儿又怎么会走？走了？不让你乱来！你个逆子！你看我不打你！母妃，打你！行。我告诉你，赶紧跟那个狐妹子断了关系！母妃，儿臣恕难从命。你想气死我不成？儿臣还有事，先告退。你真是鬼迷心窍了！江一女到底哪里比不上那个狐妹子？王爷，江离去哪儿了？江一女带着小世子离开了，说是有了喜欢的人，她还要嫁给对方。好你个江离，怀着本王的种，竟然还妄想嫁给别的男人！立刻给本王去查，看看他如今身在何处。本王倒是要看看他喜欢的男人到底是谁。是，王爷。夫人，你再使点劲儿，夫人。反过来听过来。夫人，您醒了，我的孩子呢？夫人，您难产太久了，孩子没了。不可能！夫人，不可能！夫人，我要救我的孩子！夫人，我的孩子在哪？夫人，你别再说了！我要救我的孩子！主子，你又在想小郡主了？我找了女儿整整25年，如今总算查到了，当初和我在同一寺庙产子的，正是江城相府的人。我的孩子，如今一定就在相府。站住！听好！谁会绑架昭儿？江流言，对，一定是江流言。上次他知道昭儿是王爷的儿子，被太妃打断了一只手，一定是他。对，我要去相府找江流言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！没想到，我竟然是您的女儿。江流言，你把昭儿藏哪儿去了？昭儿在哪儿？江离，你的孩子失踪，你跑来问我做什么？从小到大，你仗着自己是嫡女，处处欺辱我，如今连孩子失踪都要怪在我头上吗？竟敢欺辱到我女儿头上，真是猖狂！女儿？
江流言不是柳姨娘的女儿吗？当初要不是你们相府调换了孩子，南诏王的女儿又怎会沦落至此？实在可恨！哼！江离，你不就仗着给王爷生了个孩子就抢走王爷吗？如今竟还用这个孩子来为难我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流言，你放心，既然你喜欢那个齐王，娘就一定让你嫁给他。娘此番代表南诏来此，正是为了同大周和谈的。娘，你对我真好。可江离，他已经有了王爷的孩子。这个不难，等你成了齐王妃，将他的孩子寄养到你名下便是。不可能，昭儿是我的儿子，谁都不可能抢走他。这可由不得你。来人，在，把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贱人给我拿下。是。王爷，奴才方才见到江一女，她回相府了。我现在过去。刚才钟叔说了什么？江离回来了。是，钟叔说江一女回相府了，说是能借机拆散他和那个狐狸精，撮合他和江离就好了。走，跟上去看看。是。你强行撮合江流言和王爷，可王爷对他无情，他也不会幸福的。你敢教本宫做事？娘，幸好爹爹当年把他赶出相府，否则我们全家都要跟着倒霉。哦，这个怎么说？这个江离是个煞星，小时候他就克死自己的亲娘，现在儿子也被他连累。你说他要是一直留在相府，我们岂不是都要跟着倒霉？你这么说，倒还真是。只是可怜那孩子托生成了他的儿子，真不知道是倒了几辈子的霉。你胡说八道！你根本不懂一个母亲的心。你放心，等我成了齐王妃，一定替你好好管教那个野种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江离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江离仗着你的宠爱就来府里胡闹，耀武扬威不说，还动手打我。江离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你就是大周的战神齐王吧？你是何人？本宫乃南诏王妃，此番来大周，正是为了谈判。只是不曾想，本宫刚到这相府不久，这个江离就对本宫不敬，还欺辱本宫的女儿，简直岂有此理！不可能，江离不是这样的人。在场之人皆可作证，这个江离对本宫不敬，就是蔑视整个南诏。江离，你别怕，你同本王讲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不仅仅是荣启，还是大周的王爷。此次若因为我害了大周和南诏开战，牵连了无数百姓和将士，我岂不是罪孽深重？王爷，我知道江离生了你的孩子，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偏袒江离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孩子？你不知道？昭儿，昭儿是本王的孩子。是，昭儿是你的孩子。好，太好了！昭儿是本王的儿子，
江离，你放心，本王一定替你和昭儿讨回公道。江离如何暂且不提，你南诏王妃竟敢派人殴打本王的女人，你不该给本王解释一下吗？昭儿，昭儿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母妃，本宫来相府时，看到这两个人鬼鬼祟祟，派人一查才知道，他们竟然绑架了昭儿。王爷饶命啊！是他指使我们这么做的。是他说的，是他让我们绑了江离和他的儿子，还许诺给我们100两银子。刘嫣是本宫的女儿，是南诏国的郡主。王爷若是对刘嫣动手，就等同于对我南诏宣战。还是算了，大周才与柔然交战数月，若是如今再与南诏交战，恐怕会民生凋敝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想来，昭儿也不想才与父亲相认，你就上战场与他父子分隔吧。好，我听你的，就当是为了昭儿。既然阿离替你求情，本王这次就饶过你。你若再犯，绝不轻饶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慢着，你们不能走。你欲如何？本宫此次前来，正是为了谈判。若想要大昭与我南诏达成秦晋之好，10年内互通商贸，不起战事，王爷就必须娶了本宫的女儿刘嫣。王妃真是和你女儿一样喜欢做梦，想让本王娶了江流嫣这个心肠歹毒的女人，绝无可能。本王的王妃只会是江离。王爷若执迷不悟，那么南诏与大周一起战事。他心肠歹毒，一点都比不上江离，本王绝不会娶她。南诏若是要开战，我大周奉陪到底。王爷，此女满腹算计，王爷若一时受蒙蔽就罢了，难道还要因此酿成大祸吗？江离，你真的要为了一己私欲而置两国百姓于不顾吗？够了，少拿这套糊弄本王。江离，母妃，我们走。我劝王爷冷静下来，好好想想清楚。今日多谢王爷救我，不过王爷既然即将要成亲，就不要再同民女拉拉扯扯，纠缠不清。什么成亲啊？阿离，我要娶的人一直都是你啊。那你为何拒绝太妃的提议，不愿与我成亲？这是个误会，我当初不知道你就是小世子的母亲，也不知道昭儿就是我的儿子。我要娶的人一直都是你，我以为母妃是要让我娶别人，我才拒绝的。所以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嫁给我？你睡了本王2次，你要对本王负责。娘，为什么睡了就要负责呀？昭儿，想不想有个爹啊？昭儿想。哟，今日我们的战神王爷怎么转性了？莫非是历尽千帆，终于知道江离比外面的狐狸精好了？母妃，你现在知道江离的好还不晚，赶紧跟那个狐狸精断了，把江离娶进门，要不然母妃饶不了你。母妃，这根本就没有什么狐狸精。你个逆子，你还想骗我？我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那个狐狸精进门的。本宫这辈子只认江离这一个儿媳妇，还有元昭这个孙儿。你在外面还有狐狸精，还要娶她？母妃，我要娶的人一直都是江离，那封家信上我写的人也是江离啊，是您误会了。你在信上说你要娶的人就是江离？是，我心悦之人一直都是江离。那江离
岂不是又怀了齐王府的孩子？哎呀，快坐下。你身子虚，不能总站着，这要是动了胎气，可如何是好啊？江离啊，母妃和你讲啊，这双胎和单胎的孩子可不一样，双胎的孩子不能养得太大，否则到了后期容易早产。那个昭儿，以后我当你爹好不好？好，昭儿喜欢王爷，但是我那个死了的爹会不会不高兴呀？那个昭儿，你爹没死，我就是你爹。走，爹收藏了很多名家字画，带你去看看好不好？太好了，我也有爹了，太好了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去面见皇兄，请他替我们赐婚，以免南诏王妃找皇兄生事。好，你先去吧。江离，你一个被相府赶出门的女人，怎么有脸出现在皇宫？我在跟你说话呢，我同你无话可说。哟，这攀上了王爷的人就是不一样，这还没怎么着呢，就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了。这里是皇宫，不是你大呼小叫的地方。我偏要动你，你能怎样？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人？像你这样低贱的女人，自然是不会懂的。我劝你最好认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不要以为攀上了齐王就可以一步登天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从王爷身上得到什么。说的倒是冠冕堂皇，可你不还是不择手段，抢了刘嫣的姻缘，爬上了齐王的床吗？像你这种贱民，根本配不上齐王，也只有我的女儿刘嫣，尊贵的南诏郡主，她才配得上荣齐。你还真是可怜，真正尊贵的不是身份，而是品格、德行、良知。若是没有这些，纵然你是尊贵的天子，也总会有人想把你从那尊贵的身份上拉下来。再说了，别说王爷了，就算是这世间所有的男子，都看不上你这蛇蝎心肠的女人。你放屁！娘，你看他又欺负我！你们还傻站着做什么？把他给我拿下！还望娘娘三思而行。江离乃是我大周未来的齐王妃，你说她是未来的齐王妃，那你们齐王府可有人承认过她的身份？就是，你可别被这个女人给骗了。这王爷还没点头呢，他就满大街宣扬自己是未来的王妃，真是不知羞耻。你若是识趣的话，就自己滚蛋；如若是挑起南诏与大周开战，你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多谢。有什么事冲着我来便是，何必为难一个宫女？好啊，我倒是要瞧瞧，一会儿你的口气还会不会这么大。拿下！是。我看谁敢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屈辱本王的王妃，在大周皇宫撒野！王爷，我们南诏素来敬重你们大周，可这里是皇宫重地，你让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贱民与本宫平起平坐，这又是何意呀？江离是本王的王妃，尊贵无比，你们为难于她，就等同于为难本王。尊贵，王爷，你若一意孤行，护着这个相府弃女，难道不怕我们南诏与大周开战吗？本王若是连自己心仪的女子都护不住，还算什么男人？既然王妃执迷不悟，那我们就在战场上见真章吧。
怎么样？皇上那边怎么说啊？皇兄，皇上是不是不同意？逗你的，放心吧，7日后春日宴，皇兄下旨为我们赐婚。你，怎么样？皇上答应了吗？母妃放心吧，皇兄7日后就为我们赐婚。太好了！齐王府冷清了这么多年，如今终于有女主人了。你爹这棵铁树终于要开花喽！祖母，为什么铁树也会开花呀？王嬷嬷，把府里所有的料子、首饰都找出来。是，这是……你这孩子，既然要成亲，自然要多备些衣物。你这么漂亮，春日宴上，母妃一定让你艳压群芳。王爷，我怎么感觉这一切好像一场梦？好怕有一天忽然梦醒了。就算是梦，只要有我在，这个梦就永远不会醒。怎么离开？怎么能唤醒爱？你不在，岁月变沧海。怎么记载往事的对白？只留一纸独白。娘，爹娘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娘，你刚才在干嘛呀？你娘额头上有碎发，让你爹帮忙整理一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娘亲，昭儿想听你讲故事，你能给昭儿讲故事吗？好，今天就讲孔融让梨的故事。孔融小时候，家里有5个哥哥，1个弟弟。有一天家里吃梨，一盘梨子放在大家面前，哥哥让弟弟先拿。你猜孔融拿了一个什么样的梨？昭儿很喜欢你。这5年，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？一个人带着昭儿，一定很不容易。的确很辛苦，但每次看到昭儿，就觉得一切都值得。以后，我一定好好待你和昭儿，绝不会让你再这么辛苦了。娘从南诏带了一种香露，沐浴的时候滴上几滴，便可彻夜。娘，你怎么直接就进来了？是娘的不是，娘下次一定注意。也没什么，就是吓了我一跳。柳烟，娘给你熬了果茶，喝点儿，生津止渴，对身体有好处。娘，你对我真好。傻孩子，娘把你弄丢了整整25年，
如今好不容易寻回，自然是要好好弥补。娘，若是您真想弥补我，就帮我得到齐王妃的位置，让江离去死。好，都依你。见过王爷，陛下请您到御书房一趟。你先带昭儿去参加宴会，我去就。好。我们走吧。是吗？小姐是你。对啊。早就看江小姐气质不凡，原来是南诏的郡主，难怪生得如此貌美。刘嫣，你命真好。是啊，日后还有诸位姐妹多多照应呢。没想到相府的庶女竟然是南诏郡主，流落在外这么多年，那南诏王妃竟然还真把她给找到了。南诏离大周这么远，南诏王妃怎么找到郡主的？听说是那江流烟的后颈处有一个梅花级的胎记，独一无二，绝不会有错。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。去，立刻去调查一下南诏王妃之女当年到底是怎么走丢的，还有，他们是怎么找到的江。娘，这果子真好吃，你也尝尝。谢谢昭儿。没见过世面的东西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坏女人，我要叫我爹收拾你！刘嫣，这是谁呀？怎么还带着个小孩啊？她呀，可是以前的相府嫡女，我曾经的好姐姐。只可惜她不知检点，未婚先孕，几年前就已经被赶出了相府。既然这样，那这孩子岂不是个野种？哎，江流烟，前几年分明是你与姨娘陷害我在先，才会导致我未婚先孕。现在你还贼喊捉贼，你还真是不要脸。更何况，昭儿乃是我和齐王殿下的儿子，不是什么野种。还望各位不要人云亦云，查明真相再做评论。是不是真的？说点撒谎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参见皇后娘娘，免礼。皇后娘娘有旨，今日除了举办春日宴，还要趁此机会为众将士祈福，希望早日平息战事。我捐1000两银票，祝各位战士们平安归来。我捐1对金镯。江离，你捐什么呀？如今你飞上枝头，想来捐个1万两银子不在话下。我没带那么多银子。这玉镯是太妃的家传之物，断不能轻易捐出。头发上的发簪也是太妃相赠，若是把这些东西捐了，又如何能代表我的心意？怎么，你连1万两银子都捐不出来？这，看你穿的倒是华美，没想到是打肿脸充胖子啊！江流烟，你不要特意挑拨啊！我挑拨？那也就是说，你有钱，但是不想捐喽？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混进来的，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，真丢我们的脸。就是看着身穿华服，还是一股穷酸劲。江离此次出来的急，确实没带什么银钱。皇后娘娘、嬷嬷，还请通融一二，待江离赚到钱之后，一定捐上。哟，真是画了好大一张饼啊！就是，
等赚到钱，黄花菜都凉，将士们等得到？皇后娘娘，哟，这不是齐王身边的张副将军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我是带我们家王爷前来，为未来的齐王妃捐献100万两白银。多少？天哪，不愧是齐王，100万两，好大的阵仗。是啊，而且你听没听说，好像是狄江离捐的。王爷捐的，是王爷爱兵如子，一片赤诚，怎么能算到你江离头上？江流燕，注意你的措辞！诸位有所不知，江离曾随军亲赴战场，在血泊中救了一位又一位将士，昼夜不停地替我们诊治疗伤。在我们将士心里，江离所做的一切，远比你这种只会打嘴炮的人强上100倍。你说的倒是好听。可你怎么也不想想，若没有这些银钱，又如何给将士们发放补偿？又如何采购草料、发放银饷？娘亲，那个坏王妃身上有和你一样的长命锁。昭儿说的没错，这锁确实和我身上一样。南诏王妃说，她此番来大周是为了找回丢失多年的女儿。难道她并非是江流烟的母亲，而是我的母亲？江离，你不要以为你穿了件华服就是世家贵女，今日所来之人都是非富即贵，只有你是一介平民，你根本就没资格来这种地方。流言说的没错，你能混进今日这样的宴会，还不是靠的孩子与男人上位？像你这种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女人，简直就是丢尽了我们女人的脸，真令人不齿。真是不了事，干出这种事儿来。皇后娘娘，像江离这种品德败坏的女人，只怕会带坏风气。依本宫看，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宴会，理应请她离开。启禀皇后娘娘，民女并未使用任何手段，民女与齐王殿下乃是两情相悦。况且，陛下也已经恩准我们俩的婚事了。娘娘，你有所不知，民女自幼便与齐王殿下青梅竹马，谁知道这个江离使出下作手段，2次爬上王爷的床。他不仅几次勾引王爷，还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生下了王爷的孩子，这才让王爷不得不……你说的当真？千真万确，不然王爷身份何等尊贵，又是大周国的战神，哪里会看得上他这样一个平民？你说的倒是没错，容吉的眼光素来极高。娘娘明鉴，民女与齐王殿下乃是机缘巧合，并非蓄意算计。你说的倒是好听，这世间哪有那么多的机缘巧合？怎么偏偏没有把我巧合成齐王妃，而是你生了王爷的孩子？因为我爹只喜欢我娘，他永远不会喜欢你这个坏女人的。你这个小孩子，你有没有教养？娘娘，您看她都把孩子教成什么样子了？这个女人满腹算计，一心就想着母凭子贵，飞上枝头。如今让她随了愿，更是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了。岂有此理！竟然有如此下贱的女子！王爷，你是说江离的母亲和南诏王妃当年在同一个寺庙祈福，发生了意外，又同时在一个寺庙生产？对，相府管家说南诏王妃女儿背后有梅花胎记，但不知为何江离的母亲和南诏王妃是同天生产，最后有胎记的却是二小姐。还能如何？肯定是江流烟撒了谎，江离才是南诏王妃的女儿才对。皇后娘娘，像这样品德败坏、不择手段的女人，你若不严加惩待，
我只怕你们大周的世家贵女日后会竞相模仿。是啊，娘娘，您若是觉得为难，不如就将她赶出去吧。来人，江离品行不佳，道德败坏，给本宫赶出去！看吧，江离，你成了齐王妃又怎么样？说到底，你不过就是个流着卑贱血液的贱女。你若是识趣的话，赶紧自己滚蛋！像你这样的贱民，永远也无法同我的流烟相提并论。流烟身体里流着南诏王的血，尊贵无比，也只有她才配得上做齐王妃。是的，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，赶紧滚出去！本王倒是要看看，谁敢将本王的王妃和世子赶出去。爹爹，更何况江离可我是平民。王妃，你如此维护江流烟，可你真的确信她是你的女儿？齐王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哼，王妃你被江流烟蒙骗却不自知，反倒是一直欺辱自己的亲生女，真是可笑。你说什么？王爷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江离才是你都师的，他才是真正的南诏郡主。他不过是冒用了江离的名号，一直在利用你罢了。我不信，你休想骗我！一定是你联合江离在骗我！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娘，你不是还有和这个坏王妃一样的长命锁吗？真的，居然是真的！离儿，离儿，我是你娘，我是你娘啊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女。离儿，娘真的知道错了，娘以为他是……你竟敢骗我！娘，你竟敢骗我！我没有。是齐王在骗你，娘，我才是你的女儿，娘，我才是真正的南诏郡主，不就是胎记吗？我也有胎记啊，娘，您看，我也有胎记的。他这胎记是用药水做的，只要用白矾涂上，便可消失。来人，拿白矾。啊！放开我！你竟然骗我！你竟然骗我！谁让你那么好骗？我说我是你就相信啊？我说我有胎记你就相信我？你自己这么笨，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心肠歹毒、满腹算计的女人？王后娘娘，请您为我做主，严惩江流烟。来人，把她拖下去！放开我！你这个没善的女人！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，三才者，天地人。王妃，那南诏王妃又来了，说若是见不着您，她就一直等着呢。阿离，你怎么想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觉得他一直在王府外，也不是办法。既如此，不如将他请进来，当面说清楚。也好。把南诏王妃请进来吧。是。阿离，阿离，你能不能给娘一次机会啊？娘也是受奸人所骗，我找了你很多年，娘真的不能没有你啊！江流烟固然有错，可你纵容无度，
不辨是非，也不无辜。是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只是觉得亏欠你太多，想竭力补偿，才会被江流烟利用。只是没想到，到头来竟然伤害了你。我今日请你前来，是想跟你说清楚，你这样做于事无补。行，娘知道了。娘这次来主要是想给你送点东西，你放心，娘送完就走，不会让你为难啊。娘这就走，娘这就走。娘亲，这都读书一整天了，你带陈儿出去玩会儿好吗？哼！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蜜糖葫芦，酸甜的蜜糖葫芦，有没有人吃啊？娘，那边有卖虎头鞋的，咱们去给弟弟妹妹买2双吧。好，都听张儿的。凭什么我现在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，江离却像众星捧月？我不会放过他的，我一定要毁了你！小心！快跑吧！快走！你先别动，我先给你止血。阿离，你原谅娘好不好？再给娘一次机会，娘这次一定好好待你。娘也会和大周达成协议，让将士们免于征战，让南诏和大周和平相处至少10年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人，将他给我拿下！是。王爷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不过就是喜欢你而已。明明我们才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人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你偏偏喜欢他？我到底哪里不如江离？他已经拥有了一切，为什么他还要和我抢？心肠歹毒，不择手段，撒谎成性，如何配和阿离相比？就算再过10年20年，我也绝不会心依这样的女人。你能落得今日下场，真是罪有应得。王爷慧眼识人，自然是早就看穿了你的真面目。古人言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诚不欺我。我才是齐王妃，我才是齐王妃！生了！恭喜王爷，恭喜太妃，王妃生了一儿一女，正好凑一个好字，可喜可贺呀！好，赏，全都有赏。阿离，
辛苦你了。娘，弟弟妹妹就叫年年岁岁吧。愿你年年岁岁，皆有所盼，皆有所念，皆如愿。